说起缅甸等东南亚国家，很多人会想到这些字眼：嘎腰子、电诈员、电击等。在这些人看来，一旦到了这些地方，往往轻则卖身，重则卖命。可即便如此，仍然有人不惜以身涉险。比如日本一些风俗行业的女性，她们觉得国内色情行业已经很卷，不想被淘汰，就必须到海外赚大钱。然而，海外的钱真的很好赚吗？ M 原本在日本一家风俗店工作，但收入低且还很不稳定。他在迷茫之际，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，上面标明到泰国工作，日薪最多超过40万日元，约1.9万元人民币，不仅包食宿，每月还能回国探亲。M 看到后心动不已，毫不犹豫联系了中间人，并很快办好手续出国。就在他满怀期待到达泰国后，幕后黑手也向他伸了过来，他的护照与行李被接机人当场收走，并告诉他需要检查身体后才能开始工作。随后，他与另外同行的女孩被塞进汽车，然后便是一路行驶，最终停在边境附近一条小河旁。接着，他们被安排登船，手机也随之被没收。就这样 ，M 与其他女孩被带到老挝一家妓院，彻底失去了自由，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。他们要不断接客，稍有不从就被下药，失去反抗，还经常被暴力虐待，身心备受摧残。更加恐怖的是，与 M 一起过来的一个女孩，某天突然就消失了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奴隶般的生活，地狱般的处境，让 M 生出逃跑的念头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他终于找到逃跑的机会。为躲避追捕，他赤脚穿过河流，逃到泰国边境一片树林。尽管林中伸手不见五指，但他为了逃命，不顾石子与树枝的划伤，跌跌撞撞死命往前跑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被发现，肯定是比死还可怕的结局。他也不想再过遭受屈辱、非人的生活。他甚至都不敢想，消失的那个女孩是否已经被贩卖人体器官，成为了牺牲品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如果再不逃走，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。幸运的是 ，M 在不久后遇上边境巡逻的泰国警察，在支付完上百万赎金后，他终于回到日本。此前有媒体对在泰从事黑暗行业的日本女性做过调查，她们大多在夜总会、俱乐部、KTV 等从事工作。如果出台一晚，最少获利3万日元，这也是近年出国人数增加的原因。但实际上，无论在老挝或泰国，这些都是非法行为。如果被抓，没有任何安全保障。一名协助调查的律师表示，很多店为了招揽工作人员，便用漂亮女孩与大把金钱配图，来提示工作赚钱的容易程度。而女孩一旦进入店中，便会陷入有去无回的深渊。她们经常拿不到工资，如果辞职就会没命，只能被迫接客或者嗑药，甚至被顾客强迫下药。有的人如 M 一样，最终幸运逃命，身体器官完好，但有的人逃脱被发现后，抓回去便是毒打身亡，或被卖往别的地方。为此，日本也曾发通知提醒居民，对高薪招聘信息要保持警惕，一旦中招，当局也很难救出。毕竟，很多事情一旦发生，便会向不可控方向发展，谁也无法预料。老话说得好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高薪诱惑大多都是陷阱。世上没有捷径，赚钱更是如此。在诈骗案件频频发生情况下，确保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。